中国重拳砸过去，那美光杀鸡儆猴，美国突然变得开始讲道理了。大家好，我是李哲。最近，美国总统拜登在 G7 峰会上的表态，似乎感觉中美关系会有所缓和。然而，在他表态的当天呢，中方公布消息，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没有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应立即停止采购美光公司的产品。美光没能通过安全检查，意味着这家美国芯片公司在华销路直接就被断了。美光公司主要产品我们都知道，就是存储芯片和固态硬盘。在推动美国政府对华半导体制裁方面呢，美光它也是有前科的。以前是没办法但现在能动手，就说明已经找到了替代的国产产品。就在前段时间，固态硬盘的价格腰斩，就知道国产已经杀了出来。中国存储行业不再需要美光。对于中方的决定，美光也没有叫屈，毕竟吃饭砸锅这事儿，它迟早是会翻车的。也说明中方手上确实有实锤的证据。如果事情闹大，中国放出审查具体细节，那么美光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也肯定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光还是采取了认罪受罚的态度。但对于中国出手，美国政府一开始不太适应，美方表示坚决反对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限制措施。比较有趣的是，美国国务院新任的发言人马修·米勒在首秀就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还是照本宣科的拿开放市场、透明监管机制说事儿，遭到了美联社资深记者马修·里的多次灵魂拷问说美国可以禁止中国企业，中国也可以有安全担忧，为什么美国能，中国不能呢？米勒更是被怼得哑口无言，美式双标就是这么被赤裸裸地展现给大家。但没有事实依据，这是美国干的事儿。美国用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将1200多家中国企业和个体拉清单，又几次拿出过真正的证据呢？中国审查美光和美国无故制裁中国多家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而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的反应更为过激，妄称中国的法律体系如同黑手党，还批评中国霸凌美国企业。在国际社会上，他是霸凌别人惯了，当位置对调了，他受不了了。只能说美国如此过激，还是没有习惯被对手对等反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光审查结果出来的时候这个英伟达 CEO 也赶紧表态呼吁，拜登政府应取消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市场，无法替代。韩国也请求美国放宽其在华芯片扩产的限制果真还是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而在一开始的过激反应之后呢，美国政府回过了神儿，开始准备讲道理了。最近，白宫国安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也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中方的立场很强硬，但是白宫和中方想进行直接的沟通。他也预计这件事不会破坏白宫为恢复中美关系而做出的所有努力。他还强调，将继续推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华行动。简单来说，这事儿不影响中美接触的对华大局。看到没有只要重拳砸一下美国，美国人他是会讲道理的。帝国主义者就是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道理的地方，他就一定不讲道理。要是讲一点道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美国如此迫切的想要跟中国接触，说明其国内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个时候咱应该多带带美国的节奏。好，今天理论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